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看法与意见。好，马上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喜勋老师。大家好，我是蔡喜勋。另外，中华战略及兵棋研究协会理事长黄继正老师。大家好。还有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恩格 Ross。大家好。好，欢迎3位老师。首先带着所有的观众朋友来看的就是这个礼拜，大家都知道国际上的重头戏就是川习会了。川普这次呢，他的亚洲行第3站到了南韩，但是呢，他不是去参加 APEC， 而最重要的，他先前一再强调他会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见上一面。果然，两人真的见上了一面，而且呢，会谈呢100分钟。虽然不如川普所说的希望谈到3到4个小时啊，但是呢，总算有谈。那么第3站南韩呢，并不是到APEC 去参加，而是在釜山和习近平来见面。睽违了6年的时间呢，这次谈了100分钟，到底有什么样的共识呢？我们说共识如此啊，这是台湾《工商时报》整理出来，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图表。在特别这次的经贸交手部分啊，关税的部分，美方取消对中国大陆加征的10%芬太尼的关税，而对中商品加征的24%的对等关税会继续暂停1年。另外呢，中方也会相对应的调整反制措施。双方也同意继续延长部分关税的排除措施，另外就是管制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常讲说卡脖子哈。那么美方暂停实施9月29号公布的出口管制50%穿透性的规则1年，中方则是暂停实施在10月9号提出的反制啊，也就是稀土出口管制这个措施，同样是延长1年。好，航运的部分呢，还有包括其他，特别是在芬太尼，刚刚有讲的芬太尼禁毒合作呢，现在美方说要看中方接下来怎么做啊？实际的做法呢，美方会继续的观察，而中方呢也会做出相对应的一些回应。后续还有一些进度，川普表示说，跟习近平在很多的重要问题上面都达成了共识，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稀土也好，还有呢，特别是买大豆这件事情啊。那么习近平则说呢，双方要尽快的细化和敲定后续的工作，将共识维护好以及落实好。预料下个礼拜呢，美中双方就会进行这个经贸相关协议的进一步洽谈。好，但是这一次大家也关注到了一个台湾问题，这次没有谈到。马上就先来问一下黄老师哈，因为这次我们看到在事后，川普接受媒体的访问，媒体请他给自己打分数啊，说10分是满分的话，他说我是12分啊，这个还多了2分哈，显然是非常的满意啊。我先问的是，中方跟美方各自要到了什么？我觉得双方都必须要对外说是满意的，是有成果的。那么各自得到什么？我觉得基本上是双方的谈判团队，双方从川普总统的2.0开始在处理对外关系，包括对中关系，基本上不是国安团队，而是经贸团队为主。那么所以经贸关系关税谈判、贸易谈判。主导了美国对外关系，是。那么跟中国大陆也是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就是双方共同有默契的决定这次100分钟。我们看大家有戴耳机，戴耳机是同步口译，同步口译才能节省时间。那么100分钟，老实讲那个中美之间的问题多得不得了，所以我觉得地缘战略的部分是双方有默契的，暂时不在这一次会谈中间，对，所以我认为是暂时缓解，在2个人会面以前拉高的这种声势，但是这个缓解是暂时性的。那战线拉长，因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它会是非常长期的一个竞争，而所有的项目不一定那么快能够谈下来，所以从这个4月份的这个所谓解放日开始，一路。已经换了世界5个地点在双边在谈，但是还是高低起伏对，还没有最后的定案，所以战线必须要再往后拉长。老师，您看哈，有分析是这样认为说，美方这次要到是土豆泥啊，就是包括稀土、大豆还有芬太尼哈，简称土豆泥。中方其实你看到的是，习近平在
这个两国元首会面的时候，他并没有提出要求，他只是说呢，我们要保持大国的风范，所以也有一个分析就是说，中方其实希望把美方拉回到4月2号以前，甚至是包括在2017、2028那个时间，我们重新拉回去。对，因为在川普的第一任期的时候，双方是有一个没有执行的一个当初框架谈好的一个贸易协议。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基本上，其实中国共产党对外所有的谈判都是先谈大原则，然后谈大框架，在那个框架定了以后，其他的东西中国可让的会让，但是红线底线思维通通在里面。有没有像是双方都演了一场戏？对，双方剧本是合写的嘛，所以演起来就很自然了。好，为什么说是一场戏哈？因为在川习会之前呢，我们也看到了美国贸易代表署在24号就提前早一步的宣布，他们说呢，要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案第301条规定啊，那么对中国大陆呢是否有履行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一任期所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要展开调查。而尽管我们看到这次结束的川习会达成了新一轮的贸易休兵，但是也听到了后来呢，这个美国贸易代表Greer 他就表示说，301条款调查将会持续的进行，为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预做准备。然后呢，川普在见完了习近平呢，他也说呢，这个4月份呢，川普说他会访问中国大陆，接下来呢，习近平也会访问美国，但是真的会如期举行吗？接下来当然得看中美两国的互动是如何。好 ，Russ 啊，现在你先看一下，就是说 Greer 这一季，就我们讲说回马枪啊，怎么解读？所以很明显，其实川习会这次谈的看起来相当愉快，然后川普觉得有这个封锁是获得很多的好的。你觉得川普有达到他的目的？川普觉得他达到他的目标，然后另外说实在，我有看到很多台湾评论员，他们说是一个川普大胜利，然后一直称他，我觉得没有，台湾评论员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说实在，川普觉得他有获得很多东西，尤其是贸易方面，而且整个行程，不管是在吉隆坡、东京或南海，也没有什么负面的外交事件。他跟其他国家领袖都谈得非常愉快。对。但是像 Greer 贸易代表强调这个调查还是会进行，那就很明显。不管这次怎么样谈的，跟习近平中国达成什么样的共识等等，政治地缘政治或其他的外交考量，国防国安等等，甚至台湾问题，以后还是会浮面台上，还是会影响到中美关系，这个真的是不能避免的。所以不是说好像休兵1年吗？怎么在这个会后突然又按照过去几年？那刚刚老师有提到2017、2018那年，然后川普刚上任不久，就是在第1年他访问中国，对不对？但是过了几个月，就是进到2018年，贸易战就开始了，而且川普最后两年多，那贸易战一直恶化了，中美关系整个。中美关系有恶化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面对事实，那就是很有可能政治问题还是会影响到这个贸易关系。好，所以现在我们细看美中双方在这个贸易之间的交手哈，因为刚才特别提到了美国贸易署呢，他们也强调说未来要监督中方落实协议的情况，然后美中两国呢会设立工作组啊，确保落实打击芬太尼的相关措施。也就是说，在川习会大家所谈的一些部分，接下来就看怎么做，而不是看你怎么说了，对吧？但是我们有相关经验，尤其是在芬太尼和贸易这两个议题上，就是回到我刚说，回到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双方有讨论到这两个问题，有达成一些共识。拜登执政的时候也是。但是不久之后，美国还是会认为中国没有履行他的承诺，那就破局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理性看待的话，可能要最安全的猜测是不久之后还是会破局了。OK， 现在就是看，就是美方可能会觉得中方说话不算话，但是呢，中方对美方也是如此啊，就是你只光说不练啊。所以接下来就看
因为不是提到了吗？川普有特别提到说，他明年3月以后，会到中国大陆去访问。接下来呢，就是习近平到美国访问，但也得看两国的互动吧。我个人会认为，一直到他们真的上飞机起飞之前，就不知道真的会不会成。就像这一次的川习会，到最后一天才敲定是在釜山。是没错，因为虽然川普今年已经说了好多次，我会跟会跟习近平见面，但是一直到他真的上飞机去 APEC， 而且我们也一直不知道他会不会参加 APEC 的相关会议，那最后他没有。对，所以就是对川普来讲，就是 make a wish。至少先许个愿望，在明年3月以后能够到北京去访问。好，川习会之后，我们看到川普立刻就飞回了美国啊，他也没有去参加 APEC， 所以把这个 APEC 呢留给了习近平，让习近平呢就等于跟各国元首的互动呢成为了会议的焦点啊。其中重中之重有一个就是中日的元首会啊，习近平和新任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见面。在31号的下午呢，中日元首的高峰会进行大约有30分钟。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明，希望跟中方建立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并且喊话说中国大陆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同时也向中方表达对东海活动这些相关议题的忧虑。而习近平则指出，中日是重要邻国，希望推动两国之间这个战略互惠关系。不过，如果有印象的话，大家记得吗？这个川普是先在亚洲行啊，他的第2站是到了日本啊，先见了高市早苗。所以彭博也报道说呢，在跟高市早苗的会谈当中，川普就直接告诉高市说，任何你想要的、任何你需要的帮忙，我们都会在那里，我们是最强级别的盟友。哇，这句话说的怎么讲呢？啊，那蔡老师是高市，我们知道其实他一直是维持继承安倍晋三的路线哈，但是他有他自己日本现实考量的压力哈，怎么在这当中去调整未来的日美日中关系？我们先恭喜日本国诞生第一位女首相，我们也先恭喜高市早苗变成是首相，因为她一路走来还蛮辛苦，本来能不能当首相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点，而且她在21日当首相到10月31日的时候，不管是日本国内，不管是国际问题来讲，我们套一句川普总统在10月29日 George Washington 的航母上面讲一句话，他是一个 winner。因为他等于说，在这么多的首脑里面，他可以说算是一个最大的胜利者。为什么？因为川普是先到了日本，那到了日本之后的话，跟我们看到高市早苗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那我们又会看到他到了韩国，可是高市早苗的话，他的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他跟川普之间的话，本来就是会很好，而且我们用几个照片来去给各位观众做一个解释。这个都是官网的照片。那官网的照片的话，我们用4张去做解释的话，你会看到28号他见到川普的时候，除了这一张之外，有很多张，他们都是一个非常亲密。而且我们看到高市事实上是一种好像发自内心很开心，甚至在George Washington 上面呢手高起来，非常开心的。当然也有一些日本民众是批评他了，也有这么样的批评。可是呢，我们看到他跟李在明韩国的总统也是关系很好。那为什么会很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他很聪明，在10月21日当选之后，他就开了一个记者会。记者会他上面就说：“我非常喜欢韩国，我喜欢吃韩国的海苔，我喜欢用韩国的化妆品，我喜欢看韩剧。”所以李在明就送他韩国的化妆品，送他的一个海苔，这个是他做的非常好的一面。而且他会看到，我们看到了习主席的话，事实上他们也是突然去巧的在29号的话才去瞧说可不可以跟习主席见面，这个中方有释出一种善意。逝去之后的话，但是在3个小时之前还不是很确定可不可以见了面。但是我们看到为什么高市做得很好的原因，看到他个人的 X， 他看到跟习主席见面的时候，习主席就跟他打招呼，他跟每个人都打招呼说：“我是新人，跟你们打个招呼。”那习主席露出微笑，很多人就为什么习主席会有微笑？很少这样。不过问题就来了，在正式的会面上面来讲，你会看到他的手跟这边的手都完全不一样。不管是跟川普，不管是跟李在明，手都是很近的，
还是很亲密，但是跟习主席的时候手就是伸长的，他们有去教他过，你手要伸长，不可以被他拉过去，等于是我跟你保持距离，你拉我拉不过去，然后脸的微笑是会有一点的不大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习主席也讲到一句话，就是战略的互惠关系。刚刚主持人你所说的安倍路线呢，高市长嘛，在这一次的模式里面，他是走安倍路线，因为战略的互惠关系是安倍在2006年，因为那时候日中关系不是很好，所以他就抛出这个议题，然后中方有 catch 到。那战略互惠关系在10月24日所信表明演说里面，他先讲中国、北韩、俄罗斯，这在造成我们很大的一种威胁，我们有一种悬念。可是呢，我们要维持战略的互惠关系，所以中方有 catch 到这个字眼。这个字眼之后，习主席也就是在当天，他也有讲出这个。不过日方也有担心一点，就是说，因为第一次跟中方首脑会谈，会不会说该讲的不讲，而且会不会跟过去一样？但是我们看到高市他该讲都是还是有讲，东海的问题你怎么办？或者是中方提出台海的问题，你要怎么主席？不过高市首相他要讲台湾的海峡和平与安定的重要性，对日本来讲是有的，他该讲还是讲。那我们的人被你们抓去，你应该要怎么办？中日元首的这个会谈哈，关键字刚刚您提到就是战略互惠哈，对，我们是互惠的原则是，所以呢。高市现在当然有他实际面临的压力，比如说，他接下来可以看到在画面当中，我们也提供给大家哈，就是呢，刚刚是不是提到说，习近平呢特别指出中日是重要邻国哈，那希望能够推动战略互惠关系。日本共同社则报道说，美国财长 Bessent 他针对日本采购俄罗斯的液态天然气是 LNG， 他表示说呢，我认为日本会花时间逐步摆脱这种做法。所以报道也认为说呢，这个 Bessent 这一番话是在暗示这个应该要停止买俄罗斯的能源。而且 Bessent 也透露呢，日本会参与阿拉斯加的新的能源管线的计划。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压力就到了高市这边啊。可对日本来说讲白一点啦，买俄罗斯的天然气比买美国的天然气或石油要来的便宜啊。回到了成本问题啊，怎么解决？他们有想过这个问题点，早就已经模拟过了，因为他买。这是俄罗斯，但是已经跟他签约，然后厂也都盖了。如果说他不买的话，等于是中国会整个便宜买过去，所以他有明白告诉川普，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去做这一种处理掉。对，而且他说，川普你这么的要求的话，其实最后开心的是中国跟俄罗斯嘛。那他没办法，就是说把它就是马上就切掉。而且投资阿拉斯加的话，它需要很久的一些时间，它的费用也会很大。那费用到底是哪里？可是。让我们会觉得很惊讶的地方是，日本答应要投资美国，日币是叫做80兆，美金是5500亿。我们一般都想说，这个钱从哪里来？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川普去拜访日本是从27、28、29、28日的话，理论上应该是由日方去办一个晚宴，就请川普吃东西，但是他没有。川普是在美国大使馆，就是在东京阿卡萨卡去宴请日本的商业界的一些大佬们。大佬们一去就说我们投资60兆日币80兆，他们已经拿出60兆出了，这个让我们很惊讶。包括软银，包括东芝、Mitsubishi，包括我们要投资 AI 的那个基础建设，或者是所谓的稀土，所以80兆他已经找出60兆，只差20兆，这是让我们很惊讶的一点。其实日本几乎是美方所开出的清单，几乎是照单全收了。对，除了这个能源的部分可能窒碍难行，恐怕之后还有一些需要去讨论的部分。那等一下回来呢，我们就要来关注的就是呢，在川习会之前，大家有印象吗？川普竟然丢出了一个让各界都很震惊的一个说法，就是呢，美国要恢复核测试。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